穿越斗罗，千仞雪竟不是千寻疾亲生的。直到比比东弑师复仇时，千寻疾才道出真相。其实我还有一个哥哥，那晚他也干了。教皇殿密室内，千寻疾蜷缩在角落，浑身灰暗憔悴，面色惨白，嘴角不断淌血。一旁的比比东指着千寻疾，脸上挂着嗜血狰狞的笑：“老师，您还记得吗？当年就是在这里亲手夺走了我的一切，也是在这个房间生下的小雪。有时候人生就是这妖巧合，您的遗愿我会继承，安心去吧。”比比东说着，魂力猛然爆发开来，充斥邪恶的武魂包裹住老师残破的身躯，就要将身体与灵魂吞噬。但他才刚受了重伤，连口气都没缓过来，根本无法进行抵抗。转瞬间已经被邪恶力量撕扯伤口，鲜血泉水一般爆开。比比东，你好胆，当真以为杀了我还能好好活着？神山上的那位存在不会放我啊！千寻疾强行抵抗，感觉到魂力快速流逝，话没说完，已经被比比东无情打断。仿若火焰的黑色物质灼烧着千寻疾的灵魂，让他不住发出惨叫，同时肉身也被浓雾吞噬。比比东面无表情，完全不顾师徒情面，听着撕心裂肺的呐喊，甚至感受久违的快感，直到前者发出阴冷的低语：“比比东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你的毒辣与阴狠会让武魂殿走向辉煌，但可惜你却看错了我，真以为自己报了仇。哈哈，我本无能之人，又怎么可能对你做那种事，甚至生下小雪。”千寻疾的灵魂已经只剩最后气息，突然说出这番话，惊得比比东脸色大变。什么意思？无能之人？那当初将他就地正法的家伙，难道另有其人？但看着那充斥狰狞、丝毫没有求饶的千寻疾，他又忽然觉得诡异。如果此话当真，千仞雪的父亲是谁？能让自己重在参与，只保留父辈武魂给后代，必定是最纯粹的天使血脉。武魂殿内符合要求的没有几个。一时间，比比东愣在原地，但也只是片刻，随即美眸越发凶狠，玉手轻抬，就将面前化作虚幻，即将消逝的千寻疾灵魂硬生生从黑雾中拽了回来，压制在手心，咬牙切齿继续发问：“说到底是谁？你应该明白的，我可以让你生不如死，也做得出来。告诉我答案，给你个痛快！”恶魔般的声音满怀恨意与好奇，听在千寻疾耳中，却带着一丝畅快与无奈。若不是自己那方面真的无能，或许不会发生当年的意外，武魂殿也早就完成统一。可嗨嗨，告诉你也无妨。按照血统论，我应该称呼小雪侄女。没错，她的亲生父亲是我哥哥千灵寻，那个本该带领天使血脉统一魂师世界的男人。小雪亲生父亲竟然会是这个家伙。如今的魂师界或许没人清楚这个名字，但作为现任教皇关门弟子、圣女以及下任教皇候选的比比东，却很清楚这3个字的分量。天使一脉绝世天才，受到神邸眷顾，与小雪一样先天满魂力20几。年轻时一人独闯昊天宗，打得唐昊唐啸兄弟抬不起头，连昊天宗主都自叹弗如。可传闻不是说他闭关冲击95级，出现意外死掉了吗？仔细回忆，比比东表情抽搐一瞬，忽然想起二者间时间线似乎真的吻合。供奉殿宣布千灵寻闭关失败陨落时，自己怀胎还不到半年，总不会是因为和自己那啥，所以导致突然死亡？快告诉我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传说中的绝世天才为什么和这些扯上关系？又为什么会等等？难道他没死？看着比比东近乎癫狂暴力的模样，千寻疾面露畅快，冷笑着道出当年全部真相。自从知晓比比东与玉小刚相恋，他便敲定了密室计划，可自身无法生育，只能去找千道流商议。二人最终决定让天赋实力远胜千寻疾的兄长千灵寻执行这件事。本以为千灵寻会拒绝，对方却直接应允，事情就此推进。可孕育千仞雪的过程中发生异变，千灵寻本是纯粹光明天使武魂，不知是受比比东双生邪恶武魂共鸣影响，还是血脉隐性基因爆发，武魂后天彻底逆转，化为极致黑暗的堕天使。异变发生在教皇殿，山上天使神像瞬间捕捉到异动，天使神降下神谕，下令处死堕天使千灵寻。千寻疾狂笑出声，父亲当年于心不忍，违抗神谕将你兄长封印，囚禁之地只有他一人知晓。你若想复仇，至少要突破99级，才有资格与他对峙。他刻意隐瞒大量细节，只留下悬念。当年千灵寻虽仅94级，战力却不输97、98级封号斗罗。武魂变异后心性大变，察觉封印计划便奋起反抗，武魂城外爆发死战，供奉殿全员出手，整片山脉近乎夷平，一众供奉尽数重伤。多年来供奉们久居神山不出，并非只为守护神像，实则救伤未愈，不便现身暴露当年丑。扶持比比东上位也有遮掩此事的考量。当年大战爆发时，比比东正被囚密室养胎，未曾听闻半点动静。待他生下千仞雪重获自由，所有痕迹早已被彻底抹除。千道流为掩盖天使一脉千年最大丑闻，封锁所有消息，对外宣称千灵寻冲击95级失败身死。时至今日，大陆极少有人记得这个名字。好一个千灵寻，好一个千道流，99级于我而言并不算阻碍。今日老师便助我踏出最后一步。海量真相冲击下，比比东脸色惨白，许久才平复心绪。他瞥见千寻疾残破灵魂有挣脱迹象，不再犹豫，黑暗魂力尽数笼罩对方，缓缓蚕食其神魂。纵使当年施暴之人并非千寻疾，他也是整场阴谋的策划者。眼下无力寻到千灵寻，不敌千道流，便先清算这份仇怨。千寻疾在剧痛中放声大笑：“你虽杀我，可你的目标已然近在眼前。留在武魂殿，你终有机会见到千灵寻。至于能否报仇，全凭你自身本事。”话音消散，是魂珠皇巨大虚影在比比东身后显现，魂力疯狂暴涨。日后他能10余年间登临极限斗罗，踏入神境，除却罗刹神考加持，吞噬千寻疾的修为亦是关键助力。数日之后，比比东独自走出密室，一众长老在殿前等候。鬼斗罗、菊斗罗立于首列，神色紧绷僵硬，二人隐约知晓密室内情，内心惶恐不安。其余长老见圣女满面悲戚，皆察觉事态不妙。诸位长老，教皇老师重伤不治，害死他的凶手是昊天宗唐昊，即刻传信供奉殿，尽快推举新任教皇。喂，菊二位留下，我有一事相询。关于传说中大供奉的长子千灵寻，你们知晓多少？
传闻，其余长老躬身退去。鬼局二人对视一眼，连忙回话：圣母，我二人与千灵寻交集甚少，只知他修炼天赋冠绝大陆，深耕魂岛领域，留下诸多超前构想。若他未曾陨落，整个魂师体系都会迎来变革。另有一则秘闻，他曾提出独神论，认定神明只是更强的人类，凡人足够强大便可超越神邸。正因这份理念，大供奉虽偏爱他，最终还是扶持师尊登上教皇之位。比比东暗自叹息，千道流将千灵寻的踪迹藏得密不透风，但那句凡人可超越神明，在他心底埋下疑惑。他忽然想起千寻疾提过，登临神境需要专属神位与传承，心中当即有了盘算，神色凝重看向二人：二位长老，替我秘密搜集千灵寻全部生平轨迹，此事严禁告知大供奉。事成之后，供奉殿必有你们稳固席位。杀戮之都重逢，杀戮之都遍地血腥，关押无数穷凶极恶之徒。新晋教皇比比东孤身踏入杀神领域，令他不受此地规则束缚，径直深入腹地，被操控唐晨身躯的血红九头蝙蝠王拦下。比比东止步，深处不是你能涉足之地。杀戮之都与千道流早有互不干涉约定，莫要自误。蝙蝠王满心慌乱，既忌惮吞噬千寻疾后实力暴涨的比比东，又怕洞窟深处的秘密暴露。你拦不住我，通关地狱路后可自由释放魂技，你的实力远不及我，速速让开。比比东看穿对方心虚，更加笃定猜测千灵寻被封印在此。这些日子他梳理所有线索，当年供奉殿大战后的反常举动，神山众人常年避世，所有证据都指向这片混乱之地，特殊环境最适合藏匿堕天使。蝙蝠王正要再度劝阻，洞窟内传来一道淡然声响，蝙蝠王浑身战栗，恭敬退至一旁，不再阻拦。比比东满心惊疑，难道千灵寻并未被囚禁，反而掌控了杀戮之都？他压下杀意，走入幽深洞窟，石台上端坐一名素衣男子，容貌与千寻疾7分相似，气质却更为霸道俊美，正是千灵寻。比比东，你比我预估来的稍早，坐，想问什么尽管开口，别耽误我修炼。比比东直接释放噬魂珠皇武魂，8蛛毛蓄势待发，磅礴魂力席卷而出，却被千灵寻随手化解。千灵寻，千仞雪是不是你的女儿？休要欺瞒我，你既寻到此处，心中早有答案，不必叫我千灵寻，唤我千灵寻即可。论名分，你该称我夫君。千灵寻语气坦荡，他本是穿越者，在斗罗隐忍数十载，狂妄至极，杀神领域第9魂技碧绿色珠刃撕裂空间，可在距离千灵寻1米处尽数消融。极致的实力差距让比比东浑身发冷，心底生出从未有过的无力。杀戮之都不可随意动用领域，极易惊醒地底沉眠的修罗神念，不必急于动手，日后你会心甘情愿接纳我。温和霸道的魂力瞬间束缚比比东，将他送出洞窟，避免打斗惊扰神念，打乱布局。你竟能自如动用魂力，千道流只是囚禁，没有封印武魂，巨大落差让比比东近乎失控。他本抱着死战复仇的心思，却发现千灵寻的强大远超想象，无人能束缚我。父亲，天使神界不行，当年围剿只是演给神界看的戏，我留在此地并非无法离开，而是为汲取修罗神力积蓄力量对抗天使神，时机一到自会出关。比比东彻底怔在原地，所有积压的仇恨被浓烈好奇覆盖，眼前之人竟敢公然对抗神明，形势完全跳出他的预想。吸收神力对抗天使神，你简直是疯子。于比比东这个本土魂师而言，反抗神明是天方夜谭，可千灵寻只将神明视作实力更强的对手，天使神因武魂异变下令抹杀他，双方早已不死不休。他隐居杀戮之都，便是为夺取修罗神力，提前参悟神级力量，待实力足够便踏足神界，不疯魔不成活。若我无法挣脱束缚，便永远没有机会弥补你与千仞雪。千灵寻话音未落，洞窟深处骤然迸发滚烫岩浆火光，一缕修罗残神念苏醒，滔天怒火席卷全场。蝼蚁竟敢窃取无神力，亵渎神明，唯有一死。你仅有一缕残魂，真身远在神界，何足畏惧？今日筹备多年，正好吞噬你的神力。千灵寻身后浮现6亿堕天使虚影，漆黑吞噬之力铺开，地底阵纹同步运转，尽数吸纳岩浆与游离神力。修罗神念不断流失力量，消散前留下警告：神界天使、修罗2大神邸皆与他为敌。彻底融合修罗神力后，千灵寻背后新生2扇漆黑羽翼，武魂进化为8亿堕天使，天使一脉血脉巅峰仅有6亿，他已然突破种族极限。一旁的比比东看得心神俱震，不必震惊，不过一缕残魂罢了，待时机成熟，我会为你寻专属神位，日后一同飞升神界。千灵寻盘膝调息，稳固体内新生神力。血红9头蝙蝠王守在一旁，提醒比比东远离石台，防止外泄神力伤及自身。一句主母惹得比比东厉声呵斥，却也让他看清千灵寻在此地拥有绝对掌控权。修炼完毕，千灵寻起身，随我返回武魂殿，我帮你疏通体内淤积魂力，有我在，无人能撼动你的教皇之位。待大陆一统，你便是武魂帝国女皇。他统一大陆只为收拢全民信仰，铸造独属于自己的神位。治国事宜交由比比东打理，自身幕后坐镇。临行前，千灵寻叮嘱蝙蝠王维持杀戮之都原有规则，但凡遇见唐三、唐寅等唐姓之人，直接抹杀，提前根除未来隐患。多年来，他以杀戮之王的身份收拢无数狂热罪犯，积攒基础信仰之力。蝙蝠王俯首领命，二人返程武魂城。一路之上，比比东心绪繁杂，过往恩怨仍萦绕心头，却再也生不出拼死相搏的念头。吸收修罗神力后，千灵寻修为突破98级，单打独斗之下，千道友、郭塞西皆不是对手。早年他便抹除唐晨自主意识，对蝙蝠王设下灵魂禁制，才有如今绝对忠心。临近武魂殿城墙，比比东出声提醒，世人皆认定你早已陨落。骤然现世，极易惊动天使神，神界神明真身无法下界，仅凭分神我足以应对。若不现身，大陆众生怎会知晓千灵寻归来？千灵寻径直飞入武魂主城，举鬼斗罗带领数名封号斗罗立刻升空阻拦。见比比东随行一旁，众人皆是茫然。多年蛰伏加上堕天使武魂彻底改变气息，无人第一时间认出，只觉他容貌与已故教皇千寻疾高度相似，一朵菊花，一个小鬼。多年不见，总算修成封号斗罗，认不出我的气息，那便看此物。千灵寻身后展开4对漆黑堕天使羽翼，恐怖威压席卷整座武魂城。鬼局2斗罗羽
与一众长老瞳孔骤缩，失声惊呼：“您是千灵寻大供奉长子，上任教皇兄长，您不是早已陨落？武魂为何是黑色堕天使？”